小伙只是想捡一瓶路边的黄桃罐头，可他刚跑出去，鞋子竟然被高温融化了。原来太阳已经发生变异，活人一旦暴露在阳光下，立马就会被烤成干尸。而小伙为了给家人找一口吃的，不顾死活捡回罐头。可当他高兴地把罐头交给妻子时，却被小舅子偷袭打倒在地。只因妻子觉得这点罐头压根不够吃，打算用小伙的身体来填饱肚子。卑微的小伙只好求情说：“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爸爸在这儿呢。”这时妻子的情夫从窗帘后走了出来，小伙这才明白自己当了接盘侠，不仅如此，还要成为他们的盘中餐。于是当场发誓，如果能重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没想到老天爷可怜小伙的遭遇，竟真的让他重回末日前1个月。我知道末世前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豪车突然和卡车相撞，车里的富豪顿时口吐鲜血，危在旦夕。小伙见状赶紧过去救人，可他却用小刀扎在富豪胸口上，不出意外被美女保镖当成了杀人犯。他是胸内压增高引起的张力性气胸，我帮他把气放了才能好。就在这时，富豪恢复了呼吸，女保镖才知道误会了小伙，而富豪当即就要报答小伙的救命之恩，可小伙却头也不回的离开了，只因他现在要去找妻子一家算账。不料刚到家，小舅子便指挥他去扫厕所，于是他直接一个过肩摔教训小舅子。岳父岳母见状顿时火冒三丈，警告小伙赶紧跪下道歉，不然就让女儿跟他离婚。要放在上一世，小伙肯定会卑微同意，但今世不同往日，小伙直接把妻子一家喷了个狗血淋头，然后果断办理了离婚手续。接下来就该为末世做打算了。就在他思考怎么弄钱囤物资时，女保镖突然把他带到富豪的办公室，而他这才明白自己救的老头竟然是首富。我这辈子一直醉心于事业，从未成家。你巧子之前救了我的命，也是我们的缘分。以后我名下的100亿资产全都由你来支配。给我？您放心，这些钱我一定好好利用。你也不知道谦虚一下，那你打算怎么支配这些产业呢？小伙表示很简单，他要把所有资产都打折甩卖换成现金，然后购买大量食物囤积。怎料还没说完就被女保镖一刀锁喉。你这是要毁了董事长的产业？末世马上就来了，这些钱最后也会变成废纸，还不如换些有用的东西。你要是再让我说包，我就废了。董事长，他真的适合做继承人。有了老头的支持，小伙立马开始囤积物资，可如何储存又成了新的问题。怎料手臂突然发出白光，将他拉入不知名空间。原来这是他重生时附带的异空间，不仅空间无限大，并且储存的东西永远不会腐败。这简直就是为末世量身定做的外挂。有了此物，小伙便更加疯狂地囤积物资。可就在他外出购物时，2个被富二代纠缠的美女突然找他求救。麻烦开车吧。穷鬼，你敢动你那试试？看我不给你破车打烂了！小伙见状，二话不说，油门直接踩到底。随后美女为了感谢，当即要把宾利送给他。怎料小伙却不感兴趣，而是让美女把宾利换成等价的猪肉。真是穷人没见过什么大钱，还猪肉白菜呢，就是吃。等到了末世之后，你就知道吃的有多需求。别乱说，我倒觉得这位先生挺有意思的。我换好了之后送到这个地址。好的，也希望交个朋友，以后还能再见面。是你。别怕，我这儿有水和食物。上一世救过我命的人，原来是你，是你。怎么？把手拿开！我刚才听你们对话，你就是蒋家千金蒋云舟吧？末世来了之后，千万别随便大发善心给人发吃的。说。什么末世啊？跟人家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神经病吧！我倒觉得他跟别的男人都不一样，神秘有魅力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女孩，怎么在末世死得那么惨？